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在经历了前2、3天的涨势之后，昨天呢又有些下跌了啊。那目前市场又是极度恐慌了。这还有整整的2周时间，美国就要公布加息数据了。那么美股和币圈这个月是否就会以惨淡的下跌收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话题。哦，对了。下周啊，美国第3季度的 GDP 就要公布了，这会对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大家仔细听完我今天的分析啊，就能明白了。哦，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把你屏幕下方的那个点赞、订阅、小铃铛打开。财富密码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发财数字会随机的出现在节目中，也有可能是我忘了没有说啊，你答对了就有可能中奖。那就是我给你转钱的大奖。那别忘了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参与抽奖啊。好，我先来说一下经济大环境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能源短缺啊，搞的是各国经济环境都不好，最起码明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不过呢，现在中国有意思了啊。最近呢，他高调的对外宣称，他在四川发现了页岩气。那页岩气可是非常高效的天然气能源啊。他发现的第1期矿井的气量就已经达到了3878亿立方米，而这个气矿的总气量是1万亿立方米以上。那么这种程度的页岩气啊，就已经不亚于美国了。我们都知道，美国是页岩气的开采和出口是世界第1的。俄罗斯它搞的是管道用气，也是天然气输出大国。这2个呢，基本上就是世界第1、第2。澳大利亚呢，也是天然气的输出大国。之前搞天然气生意，基本上没有中国什么事儿。可是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国最近都在做什么？前2年。中国大量的抄底扫货天然气囤起来，现在呢，世界能源危机了，中国反而在把自己的天然气倒手高价卖出去，赚了不少的差价呢。中国近年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上升了4倍呀，而且呢，现在中国又高调的宣称，它自己也有大产量的页岩天然气矿井了，1万亿立方啊！你们知道这是啥概念不？就是按照高标准出口，甚至按照美国的出口标准，像美国那样啊，中国也能出口个10几20年，更别说共产党还有其他的藏在兜里面的牌没打出来呢。中国有一带一路，对吧？它连通了中亚和欧洲，那么中国就可以以轨道运输和陆运天然气的方式去卖天然气了。虽然呢，轨道运输、陆运的效率和成本不如管道天然气，但是远好于海运。美国可是没有陆运天然气的这个优势啊，中国有。而且呢，陆运它可以做到沿途的每一站都调度和分配，所以呢，只要这个陆运管道一直在通，其实和管道运气差不了太多，它每一站都在输送，每一站都在输送，这个车和火车、列车都不会停，等于跟管道差不多。它的效率未必低，而且它还可以顺带着带一些其他的货。习近平的这个布局真的是牛逼啊！所以各位看到这儿，你们还说习近平只会背书单，只是一个包子吗？他傻吗？他不傻。他早就布局好了，你们看嘛，中美贸易战到现在俄乌战争，中国可谓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胜利果实，成了最大赢家啊！中国现在给欧洲也在卖气呢。中国前段时间从美国那儿买的气，现在呢卖的比美国的价都高，而且还有人买，因为他卖同样的价，虽然卖的高一些，那我可以给你多送一点优惠啊。你这一次找我买贵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买1送1，行不行？等于说你还是买便宜了，对吧？这就是中国的优势，再加上它的人力成本低，那美国就未必竞争得过中国了。而且我们往好的想啊，中国要是参与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它就可以缓解一些能源缺乏的问题，从而呢间接的让各国的通货膨胀呀、经济危机好转一些啊。
这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好，我们再来说区块链的事儿啊。先来看一看以太坊，以太坊目前跌了有4个多点吧，现在可能又回弹了啊，涨回来了。其实这种跌幅我们没有啥必要去恐慌的，它就算跌5个点，也就是跌回了近前几天的起涨点嘛。如果说你没及时套利的，等于说你现在就不赚钱嘛，你也没亏。如果说你套了利了，又进场了，追高了，你现在也就是不赚钱，或者是小赚，最多是小亏。所以呢，你没什么好惊慌的，稳住，稳住。而且呢，以太坊的供应量已经连续10天为通缩状态了，越来越少了。以太坊的存入交易所的数量也创下了近5年的新低。这好的方向呢，就代表它的抛压减少了，但是坏的方向呢，也反映出它的流动性降低的问题。不过呢，这2个因素你把它结合起来，你可以把它认为虽然现在行情不好，但是这也是一个抄底儿的时机，你去抄底儿赚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呢，你们还是要悠着点大环境，毕竟下个月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大时间节点在这之前或者是前后你看情况不妙，你该跑还得跑。在这里面具人，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你们买币的操作方式新人买币的话，一般都是看到喜欢的哪个币了，就直接重仓干进去，直接梭哈了，然后就不管了，是吧？那面具人我就想说，这是不合理的你看到这个价位你就觉得好，你现在直接买了。但是我想问你，你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价位吗？你有没有考虑过风险和成本的问题呢？首先呢，你买币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大局观，你要大致的能判断出经济趋势。然后呢，你决定进场的话，如果说你觉得趋势不是很稳，那么你就得把资金拆分成几层，一次性的买少一点拆分成好几份儿。盘面如果下跌了一些你觉得它还有涨起来的希望，各方面分析一下它可以涨，那你就再补一点。这样的话，它上涨反弹回去了，你的利润反而能高一些，因为你有低价补仓的仓位，对不对？或者说就算它下跌的厉害了，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补，对不对？你之前买的也并不多，那你的风险就小很多。这是一种操作习惯遵循这种习惯，你冒的风说话口水有点太多了堵住我的嘴了。好，咱们继续来说尊重这种操作习惯，你冒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还有一个好的操作习惯就是，你买币的时候，你在买之前、下手之前，你就要定好你的盈利和亏损的期待是多少。比如我觉得赚3、4个点就够了，那你买了以后达到这个利润了，你就不要再变了，果断的离场，拿到利润就跑。比如说你能接受亏损3到5个点，那你也不要后悔不要变卦，亏了就亏了，这样你才不会像被其他的那些小白买一个币买进去了以后心心念念、期期盼盼的，最后被套了。被套了以后还不敢下决定，然后就被深套，套到最后连本金都没有了，明白了吧？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近期可能会影响走势的事情下周美国第3季度的 GDP 就会公布，应该是下周4左右吧。现在摆在拜登面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为啥呢？来，你们听我说你看，你美国的 GDP 宣布不达标，下滑了美国 GDP 降低了，则代表美国进入衰退了，是不是？那美国进入衰退的话，就是你拜登总统无能，那你就得下台，那这就对他的选情不利，是不是 ？OK， 好，那我现在不能说 GDP 下滑了，我不能说美国经济衰退了，那我就说美国 GDP 好得很，欣欣向荣 ，GDP 大涨。好，那你 GDP 大涨了，鲍威尔这边就黄雀在后了。GDP 好得很，是不是？那就证明还有加息空间嘛，对不对？
再给老子狠狠的加息，一把加息75个基点，加100个基点，这一下加息砸下去，好了。美国的韭菜直接崩溃了，受不了了。好家伙，你总统疯狂的加息呀，你这是要割死我们韭菜呀！我穷人马上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还要加息？这房贷、车贷、消费贷、商业贷利息都给我加的他妈的，老子都活不成了！赶紧你给我下台！哎，鲍威尔又赢了。现在拜登走到这个局面啊，就是这样，完完全全的被共和党给僵死了。怎么说他都是没有理，圆的扁的他都没理，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怎么选都是个错。这次中期选举啊，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肯定两院至少一个要输给共和党，甚至大概率两院都会全部的输给共和党。那美国的这个总统就相当于被架空了，他两院控制不了任何一个，他也就是接下来再混2年就可以滚蛋了，明白了没啊？如果说美国的两院全部输给共和党了，那鲍威尔的态度才会软化，明白了没？啊！而且你们还要关注失业率的问题啊！这个加息加过头了，那肯定会导致韭菜们绝望了，觉得这个生活利息支付不起了，操他妈的，老子就这样躺平了，混日子吧，啊，对不对？加息过头了，失业率上升了，他们不干了，那就不敢再加了。但是锅还要民主党背啊！如果说失业率还没下降，那证明还能加息，加狠一点，是不是？那加息加太狠了，锅还是民主党背。哼，其实现在加息啊，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它完全的政治化了。一方面呢，加息能给部分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那些权贵们啊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二一个呢，能借此打击民主党，把它拉下水，啊，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并不多，能期待的就是美国的中选啊，共和党大获全胜，拿下两院，这样市场才会有转机。那共和党拿下两院了，哎，现在我鲍威尔降息了，放水了，大家的经济好一点了，人民手里面都有钱了，哎，这是谁的政绩？这是我们共和党的政绩呀，我共和党拿到了两院呀。就释放了这个仁慈政策呀，经济刺激政策呀，让老百姓韭菜们的日子好过了呀，对不对？但在此之前呢，哎 ，GDP 失业率低了更好，但是拜登要被打脸，低了对他的选情不好。但是，虽然市场能好一点，我不确定拜登他会不会让 GDP 的账面数据看得很难看。毕竟 GDP 下滑了，就是他总统的锅嘛，无能嘛。可是问题又来了嘛，就是我刚才说的 ，GDP 要涨了，他又要被加息，前后都是坑。在这种情况啊，我还希望了，哎，共和党赶紧赢吧，你们不要焦灼了，再焦灼下去我都扛不住了，真的受不了了啊！在此之前，我们能做的只有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如果说啊，你现在找到好的机会了，买到某个币了，比如说 ATOM 呀、以太坊呀、比特币呀，你买到了，这个抄底点位还不错，涨了3、4个点了，你赚到了你就跑吧。现在这种行情你就不要指望出现什么10几个点、20个点的涨幅了，不可能，明白了没？那至于还有啊，我估计各位观众啊，你们当中有不少的人是1700多买的以太坊，1800多买的以太坊啊，这个。你们属于之前重仓的啊，1500、1600、1700的这些人，哎，你们就看机会解套吧。我觉得1500到1700进场的那些以太坊的那些人啊，你们如果急着用钱，可以看机会啊，比如说涨到了1350了、1400了，亏一点就亏了吧，啊，可以撤了，找机会解掉。解掉了以后，你可以再靠短线撸羊毛再赚回来嘛，对不对？除非是你长期看好它的未来走势，你拿到明年，拿到后年，那咱们也无话可说，这就是你个人算账的问题，选择的问题，对吧？既然做好选择了，那就不要后悔。那至于我们做短线来回撸羊毛做短线利润的话，其实
现在抄底儿的话没毛病，我这几天还是在抄底儿，我抄底儿赚一点点利润都是微利就跑，没办法，现在只能这样。那至于剩下具体的点位，我们只能在会员群里面再说。毕竟这个做节目啊比较耗时，又是拍摄、剪辑、上传的，还要审核，这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当然了，也能反映出来咱们提前的一定的预判性。你们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哎，至少啊能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几天以后该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做，也挺好的。可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最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